我超级家被劫取商银遗产，商力的叔叔来了。暗杀天龙星，您没开玩笑吧？你能悄无声息地杀死天王星和天权星，想来在这方面是专业的。我也想明白了，现在的局面，杀死三金是最简单的破局之法。杀死西门不平，那因为我是他女婿，而且恰好他有严重的心脏病。杀死应血，那是因为我能想办法安排密室空间。最后还有基金会在国内的势力替我兜底，摆平调查。那就暗杀天权星的办法对付三金不就好了？毒药你要多少我给多少，出了事之后，基金会一样给你兜底。连基金会之主都被三金逼到这份上了吗？那什么，我听说您跟当时第一杀手组织塔罗会有很亲密的联系，他们干这事是专业的，您不如找他们试试。商力，我不是在请求你，而是在命令你。我手里有你杀天权星的投名状，我跟你和颜悦色，你该不会就以为你能与我平起平坐了吧？认清楚自己的身份，你是出卖了自己灵魂来跟我换命的畜生，我要你怎样，你就必须怎样。这样吧，我在您的监控下约三金出来，要是能成，我就尽力去办；如果不成功，那我也没招了。可以，就这样办吧。挂断电话，商力打给了三金。商力，你有事找我？是有点事想找你，咱们约个时间一起吃个饭。李纯刚那次的教训，你以为我没吃够吗？如果有工作上的事情，你直接走流程发文件，我跟你私下里没有接触的必要。我真有事找你。天王星和天权星都被你干掉了，现在还想干掉我这个天龙星吗？商力，你知道你爷爷之前跪下来求我什么吗？他求我放你这个畜生一命，也就是我现在没腾出手来收拾你，不然你以为你还能在这蹦跶？你胡说，我爷爷怎么可能给你下跪？你开什么玩笑？说实话，你爷爷是个人物，我佩服他。你父亲勉强算半个人物，但他有担当，而且还要脸，愿意以死谢罪。你虽然比你父亲和爷爷的职位都高，但在我眼里，你就是一坨翔。三金，我得感谢你的辱骂，不然这次我还真不好办了。你就跟基金会狠狠的斗去吧，等你们两败俱伤，才是我渔翁得利的时候。之前让你安排给商银的捞女那件事，你没忘了办吧？放心吧，商老爷子虽然岁数大了，但压力也很大，而且他年轻的时候玩的可比你这个假正经花多了。怀孕了吗？风车国现在的试管婴儿技术可发达了，只需要一丢丢的样本就能保证怀孕。我一直等着你用这张牌呢。商老爷子，你都死了，我还给你留了一个种延续你商家的血脉。嘿嘿，你亲孙子都没我亲吧2天后，一名气质华贵的美女出现在三金面前。这位就是我之前跟你说的柳如烟，感谢金总提供给我这个机会。你不怕孩子长大以后恨你吗？他从小就会锦衣玉食，长大以后也会拥有自己的一番事业。有我在，他能娶到的老婆必定是贤惠、温柔且漂亮的。换作是您会恨我吗？商银死前没来得及留下任何遗嘱，按照法律规定，他这一脉就商立一个独苗，理应由他来继承。不过现在嘛，呵呵。送走柳如烟，又一群人来到三金办公室。人到齐了吧？金总，寒暄的话就别说了，我们知道您是个直来直往的人。好，商立一共欠了你们这些人多少钱？前后一共欠了得有5000多亿，利息什么的我们都不指望要了，能拿到本金就行了。你们拿不到的。金总，您能不能帮忙？商立是天王星，你让我去帮你们追债，这不是笑话吗？更何况，你觉得我会缺你们那点报酬吗？您找我们来想做什么？我实话说了吧，这笔账你们肯定是要不回来的。商家现在全部资产加起来，恐怕都没有5000亿。我呢，跟商立是同事，又是多年好友，想帮他平了这个事，以后我跟西门家和商家也能和平共处了。500亿，你们要是愿意答应，钱我出了，债务你们转移到我这来；不愿意答应的话，你们就自己继续去追债吧。金总，你这一刀砍了90%，未免也太狠了吧？只拿回10%的欠款，那领导得骂死我啊！绝对不行，5000亿的东西您500亿买，还不如直接去抢呢。金总，咱们帝都银行跟新苑资本也是多年的老合作伙伴了，500亿着实有点太低了。这样吧，2500亿，剩下的另外一半我们认倒霉了，如何？各位是不是把我陈某人当小白了？欠款时间3年，债务人压根就没想还。你们觉得除了我还有其他任何一个人愿意接手这种垃圾债务吗？话虽如此，但真按10%的比例出售，我们真没办法向上面交差啊。是啊，金总您怎么着也得再加一点啊。您这样做我们很难办啊。难办啊，那就别办了。各位回去自己想办法要债吧。冷风送客。10%就10%，我们同意了。晚了，300亿，同意的话，那现在就签债务转移合同；不同意，以后也不要联系我了。2小时后，三金签好了所有债务转移合同，本金5000亿，各种借款利息有1000亿了。商家市面上能查到的各种资产加起来，远远没有这个数字。也就是说，商立无论继承多少家业，最终全都得转移到您这里来，连他现在名下的资产也都必须无理由转移给您。让柳如烟准备一下，带着孩子跟我一起出席商银的葬礼。此时商王府上下全员裹束，门口排放着一个个花圈和挽联。爷爷，你看到了吗？如果不是我保留了天王星的身份，你死了以后能有这么多顶级权贵来给你祭奠吗？这也算是孙儿尽的一点孝心，您老人家泉下有知，也该安心了。接下来，请各位给我们商家做一个见证，我想当众处理好爷爷的遗产，以免以后商家子孙有什么争吵。
因为老爷子死的突然，没来得及留下遗嘱。根据我国的遗产法规定，商老爷子的遗产应该由其第一顺位继承人商利先生继承。哎呦，我的老爷子，你死得好惨啊！突然，三金带着一行人走进宴会厅。商老爷子，你走得好惨啊！三金，你搞什么鬼？这是我爷爷的葬礼，你没资格来，马上给我滚！商利，你这是什么话？商老爷子最后见的人可是我，于情于理，我都应该来送老爷子一程。如果你只是来悼念我爷爷的，就请回吧。后面的环节涉及到老爷子的遗产，属于我商家的私事，你在这不合适。忘了告诉你，除了悼念老爷子外，我还真就有点其他事要跟你商量，而且这件事恰巧涉及到了老爷子的遗产问题。我倒想听听关于我爷爷的遗产，你有什么要跟我商量的？如烟，还不快把天王星的叔叔抱出来！天王星的叔叔，难不成是商营失散多年的儿子？嗨嗨，这下有好戏看了。三金，无理取闹也要有个度，念在你我都是五老星的份上，赶紧滚蛋！我哪里无理取闹了？这位是我干女儿柳如烟，她生前跟商老爷子谈了一场甜甜的恋爱，还诞下了爱情的结晶。商利，还不赶紧过来叫叔叔！三金怎么突然间就超级加倍了？这要是真的，那爷爷的遗产怕是得割出去一部分。哪来的业种？我告诉你，我爷爷30年前就不行了，根本生不出孩子。我跟商营是真爱，孩子生下来之前，我就偷偷藏了他的头发，就是为了让孩子能认祖归宗。这亲子鉴定书是在咱们的官方医院做的。我爷爷都烧成灰了，你随便怎么扯都死无对证了。你说的对，就是因为害怕出现这种状况，所以在做亲子鉴定的时候，我是连着你的头发一起做的。我操！丽儿，你就认下你叔叔，认下我这个奶奶吧。还有我这个干爷爷，你也一起认了吧。商利瞬间破防了。律师，你说在有儿子的情况下，第一顺位继承人是谁？不要骗我哟，我可是带了帝都最强律师团来的。在没有遗嘱的情况下，第一顺位继承人应该是配偶，其次是子女，然后才是孙子。除非是老人有遗嘱吩咐要给孙子分遗产，或者是小辈商量好怎么分，孙子才能得到遗产。就算这个孩子是我爷爷的，你们一直不抱来商家，等我爷爷死了又突然冒出来，这分明就是为了骗遗产。你要这么想，我也没办法。不过只要血缘关系在，你甭管这孩子是怎么来的，商营的遗产在法律上都必须由他来继承。好，既然这样，我爷爷的遗产里有很多产业都有我的投资，理论上讲，他全部继承的话，也就继承了我爷爷的债务，清偿我的这部分债务是他应该做的，所以根据我的计算，他只能拿1/10的资产。可以，继承遗产就要继承债务，我认为非常合理。看我干什么？赶紧跟我干女儿签好遗产分配协议，我好让人家回去休息带娃呀。在律师的见证下，双方很快签好了遗产分配协议。干爹，这是干女儿孝敬您的。干得不错，你先回去吧。你妹的，明目张胆侵吞商家遗产，连装都不带装的。三金，连我爷爷这点遗产都算计，你也配当五老星？才1/10而已，你以为我的胃口就这么点？你什么意思？商营的遗产你也继承了9成，那么现在该清算一下咱们之间的债务了。